Hello，大家好，三位说亮话，欢迎朋友们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感谢大家又一年的支持了。这是新春之前的最后一集，这个三妹说亮话，依然请到的是大家最爱的亮哥，亮哥午安。三妹好，欢迎大家收看三妹说亮话，在此跟大家拜个早年，新年春节愉快。也要大家要记得按赞、订阅、分享，还有亮哥要陪三妹下礼拜二照样有节目，感谢各位。对，因为大家都知道亮哥一年只休3天，除夕到这个初二的时间，刚好下周呢没有撞到他一年3天的休息时间，所以说下周依然会正常的直播。好，亮哥不要靠我太近，太热了，你往那边走一点点，不然你都快出化了。另外一边，对，另外一边。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哦。今天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刚刚提到了春节了，来看到中国的外交非常的忙。耶伦有想派团要在这个星期来，与此同时呢，我们来看到来欧洲这边大家也想要来啊。大家还记不记得李强当时访问瑞士呢？是标志着中欧高层交往开端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标志。这一周，中国再迎来欧洲2国的外长。2月5号到7号呢，是挪威的外交大臣艾德对中国进行正式的访问。那么看到王毅外长跟他有了一个会面，还有呢，就是瑞士联邦委员兼外长卡西斯会在2月6号到7号访华，举行中瑞第3轮外长级别的一个对话。因为大家都知道嘛，这个红海冲突现在是扰乱了航运，欧洲就首当其冲。去算了一下，至少有30艘，合计190万吨的船舶都遭到了袭击。与此同时，中国几十年“一带一路”中欧班列的大布局，在这个时候呢，也是仓位提前爆满了。来，这条消息我们来带给这个亮哥，也带给大家哦。亮哥，新春快开始了。之前提到的耶伦的代表团这个星期要来，然后欧洲，我看到这2个国家其实不是欧盟的国家哦，这2个国家，所以说这2个国家的外长也抢先一定要在这个春节之前来。其中的专家有分析说，2024会开启中欧外交的大年，我们如何做观察？这个瑞士上次李强就去过了嘛，是，所以这个是一个回访。那我估计应该会落实一些项目因为中国大陆本来就这个跟瑞士对大陆有很多投资啊，大部分都是他们的冠军企业啦。因为瑞士有一些个别的小公司，在整个国际算是领先那在个别的精密的零组件还有一些小项目上面。那他们也把中国当做一个很大的市场来经营嘛，对，所以瑞士跟中国一直保持这样的关系啦。那当然还有金融上的合作啦那中国大陆上次去也开放这个单项开放旅游项目对。所以我今年比如说挪威要来，挪威事实上以前曾经跟中国大陆闹过不愉快，你知道吧？这个诺贝尔和平奖的问题还引起了这个尾鱼有一度这个停止交易等等对，那今年用的名目叫做建交70周年。事实上有很多国家跟中国大陆今年都是处于这样的状态，什么建交70周年、75周年，逢时逢五，都刚好就逢时逢五这样所以就有很多题目，大家可以来缅怀过去的状况，然后看未来要怎么走那比如说那个挪威也是，这个亚投行也是创始国之一啦他是第一批参加的是，所以那个时候算是关系比较好的时候嘛。那这个。我是觉得欧洲今年经济普遍不好啦，因为我看了一下，大概有6个国家经济可能是负成长所以可能很多国家都要对外找机会了比如说你说瑞士挪威他们如果能够在中国的市场有一席之地
那可能就解决了很大的问题啊。欧盟又管不到，欧盟又管不到。现在没有人要跟欧盟打交道了啦，是因为就是一个麻烦的程序嘛。欧盟太麻烦了啦，所以都是各自就双边的角度寻求出路啊。像挪威如果在这个渔产可以有新的斩获，那对他来讲就是一个好的收获嘛。是，我觉得就是这个广义讲就是中国市场的诱惑啦，中国市场的诱因啦，就这样啊。而且我觉得欧洲各国大家也看到了，中国大陆越来越有单向开放，要做大进口市场这样的双重趋势啊。就是它很多东西可能开始愿意接受单向开放啊，是因为以前可能都要求互惠嘛。那可是你也知道嘛，就是他希望还是能够引发一个招商引资，一个外资愿意投资中国的这样的一个荣景啊。因为今年真的是很不好的一年我跟你讲，全球战云密布那各种经济变数很难预测啦，我讲白了很难预测。所以大家当然就是觉得说，中国这个市场毕竟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市场在那边嘛，所以大家多少争取一点尤其欧洲很多都是小国家，事实上你未来也会看到中南美洲，比如说像乌拉圭啦、智利啦，也会有这样的现象就是他们急于在中国占有一席之地啦比如说今年最明显，应该说2023年经济因为中国因素被稳住的国家就是俄罗斯嘛，是这个大家都看得到嘛，对不对所以2023经济还没有那么糟糕2024是充满变数，所以我觉得很多国家想要稳住自己的出口，那率先来找中国，这个是一个好的打算啦。为什么呢？因为其他国家有比较大的市场了，像美国啦、印度啦，都啰里吧嗦的，他们要开放出口、开放进口都没有那么容易啦。它看起来就是中国就是一个比较容易达成这个出口目的的一个交往的对象，这样。是亮哥，你还记不记得当时我们在聊的时候就提到了郑永年教授？他不仅是在香港，还有在中国大陆2度提及了，中国要实行更高水平的开放的话，就要实现更大规模的单边开放。确实，我们看到2024年真的有在这么做了。刚好亮哥提到了，因为中国稳住经济的是俄罗斯，我本来是准备在后面这一环的，我提前放到这里来跟大家讲一下，因为中俄现在又签了大单，这个是2024中俄沈阳经贸合作洽谈会呢。是在沈阳举行，现场集中是签约了55个项目，总价值是高达136亿元。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南华早报有提到这个俄罗斯央行行长纳比乌林娜的一句话他说人民币现在已经取代美元、欧元，成为俄罗斯海外经济活动的主要货币。那么人民币在俄罗斯出口交易的份额，过去2年从0.4%提升到了34.5%。那么今年俄罗斯是金砖的轮值主席国，会继续推动人民币或者是其他货币打通结算系统的一个合作，而且现在已经有34个国家在排队等金砖了。亮哥，这个是不是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包括它是跟沈阳签的，因为中国一直在说叫做振兴东北，你应该知道这个旗号吧？喊了好久都现在大家想振兴东北都有一点揶揄的一个意思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稳住了俄罗斯的经济，那么俄罗斯反过来的话，能不能真的实现振兴东北这样的一个双向的互动呢？沈阳就是一个代表城市嘛，就是去年沈阳批准设立俄罗斯投资的企业有122家那对俄罗斯的出口是40亿人民币，同比增长80%那出口，所以基本上
你刚刚讲这136亿，事实上就是光是沈阳这个城市啊，对，那因为他签了55个项目是针对沈阳这个城市啊，那基本上中国大陆在整个俄罗斯的双边贸易，现在本来就是用本币结算，现在大概高达95% 就是用本币结算，因为它不能使用美元或欧元嘛。所以事实上，目前就已经是这个状态。那它的占比啊，已经高达36%啊，所以事实上它的总额是远远超过136亿了。我讲的是中俄作为2个国家啦啊，所以我觉得这个136亿其实不是什么大数字啦，而只是在说要落实到东北，然后以沈阳这个城市作为聚焦所在啊，因为未来你也知道嘛，那个西伯利亚计划肯定要从东北这边拉出一些各式各样的，包括投资啦、合资啦，甚至有一些人力，搞不好会往俄罗斯那边走，也有可能啊。是。那而且你也知道，黑龙江大桥盖了嘛，那未来肯定会有一些计划是从东北这边的经贸力量，甚至包括农业啦啊，延伸到俄罗斯那边去了啊。所以今年事实上中俄的去年啦，2023年中俄贸易总量高达2401亿美元啊，2401亿，你知道吗，三妹啊？这个本来中俄双方是认为2024才能达到2000亿，你知道吗？有提前超额达标，而且超额到2400啊，2023就达标，超过2000，而且冲到2400啊。那这里面有很多原因啊，我稍微去了解了一下，因为我最近也可能要做这个题目啊。我觉得我们都会以为是俄罗斯出口能源到中国大陆啊，事实上主因不是这个，事实上中国大陆出口到俄罗斯啊，远远超过俄罗斯出口到中国，你知道吗？您是指的是金额还是能源方面？金额。所以我跟你讲啊，大家本来预期就是中国大陆大概出口到俄罗斯，你想到了大概什么汽车啦、手机嘛，对不对？对。比如说那个汽车光是去年1月到11月啊，俄罗斯从中国进口的汽车就高达76万辆啊，这个大概让日本的丰田董事长看的都流口水流满地啊，因为他不能卖，你知道吧？是，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啊。就说欧美日韩因为制裁俄罗斯嘛，结果他留下来的那个经济的缺口啊，我们讲的是民生工业的缺口啊，因为我们看得到的就是比如说手机啊，这个汽车啊，这个是你比较容易看到的。是，事实上有非常多你看不到的地方。我随便举例啊，比如说俄罗斯的石化业，它的炼油业，它要用一些能够防寒的零组件，那它本来可能是从欧洲进口，现在全部都改成中国进口，这个是你看不到的，因为它不是终端产品，是，而是必要使用的零组件，你知道吧？那有很多东西是这样啦，因为我在学校商学院，我教过行销啊，很多东西是你没有用过，你可能就永远不知道那个东西的好，你知道吗？是。那你一旦开始用了，比如说你一开始可能是小量用，比如说我们用中国汽车为例啊，2022年中国卖到俄罗斯的汽车只有16万辆，去年光是到11月就76万辆，这表示那个口传效果已经散开了啊。就是我们通常在讲行销啊，那个市占率前5% 是最难的，因为那个时候口传效果都没开嘛，你要靠很大的广告，那中国汽车才不会大量去登广告了，对不对？你跟欧美品牌韩国、日本那不能比嘛，对不对？是。
所以大部分人就没有看到你的牌子啊。那中国大陆采取一个非常聪明的方法啊，它就是比如说中国大陆的汽车啊，然后就去跟俄罗斯合资啊，然后用俄罗斯的名字在俄罗斯贩卖。你知道我的意思吗？皮是俄罗斯的，芯儿是我的。比如说它的牌子啦，现在在俄罗斯在开的各种汽车都是俄文名称啦。那可是事实上它长得跟中国汽车一模一样。明白。你了解我的意思啊？那这种情况，我认为会在很多方面散开了，因为目前看起来乌克兰战争也不会立即结束。那欧美日韩对俄罗斯的制裁也不会停止啊。那俄罗斯现在已经进入第2年，跟中国的民生工业全方面接轨嘛。那俄罗斯的老百姓一定会开始习惯使用中国货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啊？那以前呢，他可能要买欧洲货又贵，结果他现在使用了中国货，发现性价比高很多。那这个就吃住了，你知道？是吃住了，就是说，这个不错啊，我以前都不知道，那我以后就用这个，又便宜又大碗，这样。又便宜又大碗。所以我认为这个趋势会扩张的很快哦。比如说，去年是2400亿嘛，那今年你也知道，俄罗斯预期经济成长率是3.5% 啊。对。所以搞不好一下就给你跳到2800亿了。哎呦，去年俄罗斯跟中国的贸易额已经变成第5名了。就中国对外的贸易，现在已经排在韩国后面。你知道吧？这非常的惊人啊！已经排到第5，已经超过越南了啊！这个就是天上掉下来的。那这个当然也包括俄罗斯急需找这个可以用的国际货币嘛，对，那才能够买更多的进口货。那偏巧就是人民币就是它可以用的国际货币，而且也够强大，所以这个民生工业用品跟人民币，还有中国需要大量的能源，还有未来中国想要转移粮食的基地。那这些因素就通通都结合上了，变成这样。是，大家这个真的可以期待一下啦，因为刚好亮哥讲到这儿，让我突然想起来了，这种破窗效应、口传效应，其实还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最近我看了一条新闻，韩国中国的网红豆浆机在韩国同时期暴增了1000倍。现在中国的一般我们以前都会买韩国货啊、日本货什么的，现在中国的这个国货席卷了这个韩国，前10项的受欢迎程度当中，好像1半以上的都是中国货，尤其是这个豆浆机。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便宜啦，然后大家发现它的性能也不错，所以韩国货就被淘汰掉了。对，至少我跟你讲，这个现象，现在大家最担心的，我知道欧美现在最关心的是2个项目啦，一个就是汽车啊，那汽车是一个非常大的产业啊，这不是开玩笑的，因为日本跟德国前10大产业都有4家是汽车公司啊，是，所以如果中国的汽车开始大量的向全世界进口啊、出口啊，那这个世界上恐怕有很多公司会倒掉哦。那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半导体的成熟制程，就我们广义讲叫做7奈米以上的半导体啦，晶片是啊。因为中国大陆这个晶片的全球市占率的成长速度实在太快了，这个本来大家预期到2030年它会占40%，结果呢，现在竟然发现可能到2025就明年了，它就会占29%。这个很惊人啊！那你可以想象嘛，就是所以这个台湾也受到冲击，韩国也会受到冲击，英特尔也会受到冲击啊。就是中国大陆的成熟晶片
保证是全世界最便宜的。是，那你要不要用呢？你可能会抵制啊，可是问题是第三世界国家会用啊。那到时候你的市场就一个一个被夺掉，啊，那这个很可怕，因为那个成熟制成的晶片，事实上占整个晶片的市场90%哦。是，就是你不要以为先进晶片是主要的哦，啊，那另外一个就是俄罗斯的市场，我再让你想象一下，俄罗斯的人口有1.4亿啊，那俄罗斯可以买得起车子的人，少说也会有5-6千，对，那中国大陆现在去年才卖了76万，所以中国大陆这个汽车，我认为未来在俄罗斯卖个200-300万辆，这都是非常，我可以说是低标啦，低标啦，搞不好会到500万辆都有可能啊，你知道？所以我跟你讲，就是说，这个俄罗斯这个地方就好比是一个突然之间被全世界抵制的市场啊，然后现在就全面向东方嘛。那面向东方，坦白说，除了中国之外，东南亚国家也没有办法提供这一类产品，接不住啦，接不住，接不住，所以等于就是注定要被中国填满掉。绝大部分了，就是这样，所以那个产量很惊人了。虽然这个比喻可能俄罗斯听起来不喜欢，但是，应该俄罗斯会变成像类似于美国的跟班、加拿大之类的一个角色在吧？未来这个不太一样啦，因为它还是军事大国，是啦，对不对？而且它是能源大国啊，美国并没有依赖加拿大的能源呐，中国大陆能源还是相当程度依赖俄罗斯哦，是，尤其是西伯利亚2号如果完工之后，那中国的能源的进口啊，俄罗斯可能会超过20%啊，那算是占比很高了。是，像伊朗啊，我举个例子告诉你，好，伊朗90%的石油都卖给中国，90%啊，那占中国进口石油的10%。所以为什么美国会来找中国啊？因为要影响伊朗，真的只有中国有筹码。现实就是如此了。那我觉得这个因素就会让中国跟伊朗还有俄罗斯中间会产生一些化学变化了。我们是说从经济上的，那逐渐就会往政治、军事上面产生一些化学变化啊。那我觉得普京是最干脆的啦，他就直接说，我们跟中国大陆已经没有任何领域是受到限制了啊，那就意味着连军事可能都要合作了。我讲的最敏感的领域叫军事技术了，是对，大概是这样。技转。大家期待一下吧。刚刚亮哥提到的2个观察点啊，这才哪儿到哪儿呢？中国产品的出口，第一个呢是大家都知道的新能源的一个汽车出海，还有一个呢就是成熟制成的芯片。虽然说它有占90%，不比高阶的10%它的获利的空间大，但是中国可以走这种人海战术，这种大量出口到第三世界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战术，我相信呢还是会有很广大的一片市场。这个就是我们讲说西方国家或G7的国家所害怕的。刚刚提到中国的经济其实在上节目之前跟亮哥聊了一下，亮哥反复的纠正三妹一句话，他说中国的股市不等于中国的经济。由此呢，我们把这一条消息来带给大家。哇，上证指数大涨呀！亮哥一定入手了，逢低入场。好，我们先来说一下，就是2个网红，一个是司马南，还有一个是胡锡进，2个人掐起来了啊。为了呢就是投资的这事儿掐起来了。司马南呢质疑胡锡进到底是在炒股还是在炒股市。那么胡锡进呢前2天就发了一篇文章说，我建议司马南啊，把你美国那8套小房子卖一卖，你还是投身到中国股市当中来算了。所以我们来看到现在大家都知道 A 股前2天中国的股市跌得不成样子嘛，今天国家队出手了，
中央汇金公司表示，充分认可当前 A 股市场配置价值，于近日扩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的增持。刚刚亮哥提到的上证涨翻，那么 A 股的3大股指都翻红了，还有中国证监会也一天出来表了4次态哦，有说中国股市持续波动是有不法分子非法牟利，金会同中国公安部联合研判，发起多起涉嫌操纵市场恶意做空的案件，那么大概呢，这个做空获利是有1.3亿元人民币，那么会对恶意做空行径零容忍高压态势，要让恶意做空者倾家荡产、牢底坐穿。这3条消息，我想带给亮哥，也带给所有的朋友们，大家跟我的这个讲的这个心情一样，都是像坐过山车一样有上有下的。来，亮哥来如何来观察目前中国的股市？其实就像一个叛逆的小孩一样，之前官方大肆的宣扬各种的政策，但是它股市就是可能维持到一个高点没有多久，它又跌下来了。您预计来说，这一波的翻红可以维持多长的时间呢？这个还很难说哦，因为前一阵子也很多利多啊。我跟你讲哦，股市用行政措施去阻止放空是没有用的啦。我跟你讲，那个大款如果因为限制放空，他就不进场，所以你资金就不会进来啊。中国股市，我说它跟中国经济是没有关系的，就是它已经脱离基本面了。比如说，我们举例另外一个脱离基本面的 case 就是阿根廷阿根廷昨天刚公布一个数字，说通膨250%。那250%，你第一个想到的当然就是赶快去买股票啊。所以阿根廷上个月的股票涨了36%，是好不可思议，是世界公认有够烂的，不是吗？对。结果那么烂的经济，股票在涨。那中国的经济，今年的国际货币基金估计大概也有4.5左右啊。那4.5已经比美国的2.1要好嘞。可是它的股市跌成这样啊！你去看最典型的就是比亚迪嘛，比亚迪产量都在增加，出口也畅旺啊。你知道比亚迪的本益比只有多少吗？多少？比亚迪的本益比只有16。哎，你知道特斯拉的本益比多少吗？多少？特斯拉的本益比64。严重被低估啦！比亚迪的，所以你就知道，那这个的合理性是什么？我们看比亚迪跟特斯拉在电动车市场上的竞争，这个叫经济嘛，对不对？对。那它的本益比64比你16，这个叫股市嘛。就是中国股市被严重错杀嘛，所以不管是好的股票、坏的股票，都会因为资金水位的不够而往下杀嘛。所以真正的重点是，为什么资金会撤嘛？你知道我的意思？是资金会撤，我觉得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房地产。就房地产，我不知道还会多少人受害啊。事实上，对股市影响最大的，事实上是中植集团嘛，并不是恒大啦，是中植集团。恒大影响的是实际的买房的人，那这个政府会协助慢慢消化啊。那买房的人，恒大造成了买房的人卡住，大概有300-400万户吧。是。那可是他房子都已经盖了，所以政府就是要协助把它盖完嘛，对不对啊？那要交屋嘛，不然这个会引起动乱嘛。可是中植集团就不是了，中植集团是个融资集团嘛，所以基本上人家是在这里面融资去买房地产相关的商品。有钱人在玩的。所以怎样？我说中植是应该算是有钱人在玩的吧？对，所以中植破产伤害到15万人啊！你看这个人不多啊，可是这些都是金主啊，你知道吗？明白。那他平均能够拿回来的钱只有30%，
所以等于他的资金腰斩不止啊，所以他当然就投到其他的地方的钱就会变少嘛，就是这样啊。中国大陆事实上股市之所以会这样，我觉得重要的原因就是资金变少啊。那这里面当然也包括英美的资本的作怪了，比如说他因为香港国安法，他就撤资嘛，然后就造成香港的股市大跌啊，然后这里面有一大堆中国概念股啊，那就会联动到大陆的股市啊。那可是这个资金面，你如何要恢复，让大家敢进场呢？啊，那这里又牵涉到大家对未来景气的评估嘛，这个事实上是中国政府目前一直想设法要解决的问题啦，就是中国大陆的银行存款是够的，我们讲的是储蓄了啊，可是老百姓不敢动，所以就消费除了旅游之外，其他就没有明显的热络了。大概只有旅游吧，餐厅吧，有一些复苏了。可是我们要的是整体消费的复苏啊，那另外一个就是民间企业的投资，就你会怕，所以大家就省着用钱啊。那为什么民间企业不敢投资呢？因为它的订单真的在减少啊，所以那个是很实质的嘛。那个订单减少，比如说欧洲啊，欧洲就是经济非常不好啊，这是事实啊。那中国大陆内部的人消费在谨慎嘛，那就会觉得国内的订单也在减少啊，就是这样。那这个就变成一个恶性的向下循环。可是这个是怎么说呢？就是信心使得这个愿意消费、愿意投资的资金变少，那股市的资金当然也变少啊。那这里面就我们这个讲就是说，纯粹是股市的金融现象了。那它跟经济脱钩了，它就会比如说你如果买了一只股票，然后这只股票这个公司也不错啊，结果你放着竟然1年下来就跌了50%，你想你是什么心情啊？对，你大概就是卖掉算了吧，啊，可是你这个卖掉可能就叫错杀，因为这个公司不错啊。对啊，可是很多人都类似你这样的心情啊，结果都错杀。那上个礼拜我们就看到中国大陆大概有600多亿人民币跑去买美国跟日本的 ETF。事实上这个时间点去买是很危险的，你知道吧？因为都在高点。我跟你讲啊，投资股市啊，涨多就是最大的利空了，跌多就是最大的利多了。有时候你要倒着想。问题就是在于出清了没？就我们在讲底部嘛，底部在哪里？对不对？对。那蔡正元就比较保守嘛，蔡正元就说：“哎呀，这么混乱的散户啦。”还有大家对中国股市的悲观哦，他说他现在不敢进场这样啊。那这个小弟比较勇敢，就这个时候选择进场这样。我告诉大家，亮哥早就进了，而且从亮哥今天讲这一段喜笑颜开的这个来看看，亮哥信心还是十足的，对于中国股市，是不是？不是啊，因为他实在跟基本面脱节太大了啦。是。今天上证涨到2769。已经接近小弟的2800。好了，所以说这个提供一些资讯给大家来参考。中国股市是被严重错估了，就是跟经济的基本面是完全脱节了。但是现在有人就说，现在中国是需要强行争的一个时刻了。大家就在期待啊！你看中国宣布了那么多政策，今天国家队也出手了，但是标志着中国经济一个
政策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会叫做三中全会，20届三中全会什么时候开？到现在为止呢，都还没有一个消息，因为这个是1月31号政治局开会嘛，也没有提到，下个月是不是要开三中全会的这个事情。我想请教一下亮哥，您觉得究竟是经济原因，还没有拿出一个究竟怎么样来搞中国经济政策的一个原因，还是说是人事的原因啊？我跟大家提一下，为什么三妹要提到人事原因？这个是昨天的一个消息，我们把这个图来带给大家。现在就说火箭军反腐工程呢，已经是延烧到核工系统了。中核的高级顾问李广长呢是被查了，而且包括李广长在内，还有之前9名的高级将领，大家还记不记得被罢免了全国人大？现在已经证实了他们的。也不叫罪名吧，反正给他们定性已经出来了，是严重的违纪违法。除了三中全会要讲经济之外呢，其实三中全会在召开的时候，需要对于像是前外长秦刚、前防长李尚福以及火箭军原司令李玉超要做出进一步的处置了，决定是否撤销他们的中央委员资格。但是刚刚三妹提到的，从上周我们讲的又有人落马，到这一周的核工系统又被查，是不是李尚福和秦刚牵扯出来的集团或问题，还是没有一个定论？亮哥比较倾向于究竟是人事方面没有底定，还是经济政策还没有底定？三中全会应该是要谈经济吧？人事可能也会，应该是谈人事是。人事和经济应该都会有要涉猎啦。不，因为你讲的这个，如果是火箭军延伸到核工的部分，那就是反腐的程序还没有完成啊，就是这样啊。那陆续可能都还在搜证当中啊。那这个没有办法啦，这个反腐的调查本来就要花相当多的时间了。你看那个有一些你到现在都还没有看到啊，比如说李尚福，你也还没有看到报告啊。对不对？李尚福防长已经卸任了，我们到现在还没有看到他到底是涉贪到什么程度，我们不知道啊。所以你现在大概都是先看到人事惩处啦，可是具体涉案的程度我们不知道啊。那以习近平的作风是，大概没有任何领域他不敢碰啊。如果连这个政治局常委都在办，那还有什么领域是禁区呢？对不对？所以你问我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啦。我只能够说，就是反腐的调查程序还在进行当中，然后所以可能有一些地方还没有确认，所以人事就不能底定，就这样比如说李尚福卸任，后来董军，还有比如说还有外长，那个刘建超也隔了好几个月才确认嘛，对不对？还没确认，没有官宣，没有官宣。刘建超还没有官宣啦。刘建超办官宣。OK， 不管怎样，我们就说，比如说董军董军就拖了一阵子才宣布嘛，对不对？是的。那我认为这肯定就是在做人事的清查啦。我总不能提了一个新的防长，然后又有案在身吧，对不对？所以就是要先确认董军是没有问题的，那才能够宣布嘛。这个就好比那个乌克兰那个泽连斯基不是要换掉他的武装部队指挥官吗？扎卢日内。那个扎卢日内，对不对？那他心目中有2个新人选嘛，那到现在卡住了，你知道？那并不是说他不要换掉扎卢日内。而是另外那2个，美国有意见就被卡住了，就美国就要说这2个人可以吗？因为扎卢日内在美国也是有支持者啊，对，美国的军情单位所以新人事如果不能够底定，所以这个会就不能够立即宣布吧。
大概会有这个问题了。中国应该不可能是因为外界有人不认同这个人士啦，应该还是属于内部对于对人的调查啦。是内部问题啦，内部问题啦，就是人的调查还没结束嘛。那还没结束就不好说了，搞不好人家这个涉入案情不严重啊，对不对？所以也不一定要调职啊，对，所以有这个问题了。好，亮哥，您还记得上一周我们讲到的，也是贪腐的弊案查到哪里了？有提到军队要降薪，您觉得这个是不符合高薪养廉这样的一个说法的。与此同时呢，我们非常感谢我们支付宝朋友浩的 donate 哦，我们把他的 donate 问题给亮哥看一看。他说，升薪并不能防止贪腐，古代就有养廉营照贪呐。我不知道亮哥对于这种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因为之后大家在聊天当中也有提到，就是说，好像如果说你给他高薪，就在中国的话，也并不能够我跟你讲啊，他的这个全世界都不一样啊。比如说英国，我用英国做例子啊，英国的国会议员待遇是超级差的，差到我简直难以想象啊。就是我如果是英国人，我想赚钱，我绝对不会去从政。可是英国的众议员还是有一堆人去争取那为什么他可以维持清廉呢？待遇这么低，对不对？那个就是西北欧啦，还有英国，他们已经建立了某种政治文化嘛，就是公民会来监督你，一切公开透明，你只要发现，即使你只贪了500块人民币。你这辈子不能想从政的啦，你知道我的意思？是。像我以前听过一个朋友跟我讲，说台湾到处都偷工减料嘛，是吧？那台湾的那些承包公司我就把这个公司弄破产了，然后我再另外成立一家，结果这个一天到晚还是在偷工减料啊，就这样啊。那政府列为黑名单，结果这家公司就倒了，他就另起炉灶。那我一个朋友在奥地利，他跟我讲，他说奥地利你如果接政府工程有偷工减料的记录这个记录是跟着人走是，比如说三妹偷工减料1次那你宣布公司破产没用，跟着你走一辈子，就个人信用，对，那你这辈子不止政府工程接不到。连民间这个行业你就不要做了，是，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就是每一个国家有它的文化了。那你说这一套可不可以搬来中国用啊？我觉得这个在中国的人大可能就被砍死了，这样在台湾的立法院也被砍死了。这种东西在台湾就是行不通嘛，就是我在台湾的政坛那么久，我知道这个案子没有人会支持你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背后都有无数的这种公司的资金支持啊，利益集团太多了，一个结构了，变成一个利益集团所以这里是这样啊。你说新加坡为什么他决定用高薪养廉这个制度那新加坡也是华人的基因嘛，它虽然混杂了英国的文化了可是呢，它用这个高薪，就是你生活是可以过得去嘛，因为它是比照这个社会的商业的最高薪水给部长，事实上我坦白说，你如果去研究国民政府时代这个。国民政府时代薪水是比现在要好的比起社会的不同阶级啦，那个时候的公务员薪待遇啦，是比我们讲的是社会各阶级的薪水了所以你要问我说，怎样才能是正本清源、杜绝腐败？我跟你讲这个没有唯一的方法啦。那美国贪污的人也一大堆可是你只要被查到，你就一辈子没有办法从政了。那个克林顿跟那个爱泼斯坦多好对不对？
去了几次罗利岛啊，对不对？那他还当了2届总统也没事啊，对不对？就是都有例外啦，可是多少可以降到一定的比例了，我只能够求这样啊。对，那你要举反正，我当然没有办法辩护了，因为有些人就是九命怪猫嘛，老狐狸嘛，不会被抓到嘛，就这样啊。这种特例和个案，我们就暂且不论了啊。但是我相信美国那个克林顿是最明显的嘛。对呀，克林顿跟希拉里全身都是钱呐，没有人能办他，不是吗？是。好，这个可是相对上，美国官场要贪污难度是高很多的，这是事实啊。好，这个也欢迎大家有不同的意见，我们都可以来探讨啊。谢谢月明的支持，他说亮哥同时发展多对双边关系成为欧洲大陆新主流的话，是否意味着欧盟正从集体走向个体，最终名存实亡呢？对，完全正确，说得很好。就是双边关系凌驾多边关系，那多边关系为什么没有办法起作用呢？因为它内部已经有亲美力量高达20%， 20%大概就有6到8个国家。那这些亲美的集团在欧盟要做重大决议，有别于美国的时候，基本上是不会过的。是，尤其是比如说对俄罗斯的政策、对中国的政策，这不太可能有共识啊。对。那这些国家已经死心塌地了啦，就是比如说波兰啊、立陶宛啊、爱沙尼亚啦这些国家嘛，那所以对中国来讲，他不用去搞你欧盟啊，我直接去跟波兰谈啊。中国大陆跟波兰关系还不错，你知道吗？是。好，这个谢谢一龙的 donate 哦，他说提前来给亮哥跟三妹拜个早年，还有谢谢我们支付宝的全给亮哥跟三妹拜的早年，谢谢你，还有谢谢我们的 Eden Wang 的支持，每次都来，谢谢，还有好多朋友，支付宝好多朋友，我现在先不念了，因为这个还是要继续我们的话题哦，回到这个中美经济上来。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讲到的是，因为开年了嘛，所以说我们要回顾过去的时候，我就会发现中美还有几大国的这个 GDP 成绩单呢是已经出炉了。我去对比了一下中美哦，现在图中给大家看到的就是中国经济实际增长是5.2%的，是超过了之前的预期。美国2023年的经济实际增长呢是2.5%，增长力不及中国。但是我们都知道，美元加息，这个美联储加息，美元走强，人民币汇率贬值等因素中国占美国的 GDP 的比例现在是下跌到了65.4%，所以中美的经济差距也是扩大到了9.5万亿美元。一会儿请亮哥帮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经济的增量，中国增量那么多，但是差距却越来越大的这个是什么原因？好，同时因为美元升值啊，这个还用说吗？对了，好，这个大家因为这是美元计价。对，因为这个大家就会来做文章嘛哈。与此同时，我们来看到中美也是恢复了经贸方面的对话。刚刚跟大家提到了欧洲国家要来，现在耶伦的副手也要来，要为耶伦的第2次访华来铺路了。美国政府呢，在这一周会派遣一个由财政部官员组成的高级代表团，要来到北京了。注意啊，来到北京就是进京了，这个还不错，进行新一轮的经济会谈。当然，耶伦呢是在去年夏天的时候对中国北京进行一次访问哈，这一次会来5个人的代表团，是由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次长夏包所率领的。请亮哥帮我们来分析一下现在中美经济的整个的大环境下，如何来观察耶伦也要派人，一定要赶在中国放假或者中国新春假期之前来这么一趟。我觉得耶伦对中国大陆目前正在酝酿的宽松，还有新的财政的扩张的政策，他想要亲身了解了。耶伦是个非常厉害的人物啊，这个他只要听你讲一讲，然后他回去查一下中国经济的目前的各种调查出来的数据，他大概就可以做出判断。那
大概就可以判断美国财政部要做什么样的措施，才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获得好处。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啊！是这个坦白说，他的功力远超过这个鲍威尔啊，联准会主席啊。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财政部长啊。所以，因为中国大陆真的是在酝酿，给人家的感觉啦，就是比如说我们随便讲，比如说房地产，那中国大陆现在才开始列出那个白名单嘛，对不对？对。就是说有一些企业政府是要救啊，就是要银行还是要提供融资啦，对，不要一竿子全部都给他打死嘛啊！那各省市都在报比较可靠的房地产的企业嘛，是。那政府无论如何，因为这个为什么中国做得到？中国政府有2个利器了，这个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有的啦。第一个就是银行掌握在政府手里，所以货币供给政府可以控制啊。是。那第二个就是财政支出，政府可以控制啊。那这2个呢，互为运用。比如说我财政需要支出嘛，那你就多印债券啊，那卖出去就有那个银行那边就有钱啊，就可以给国家用啊，就是这样。所以它这2边是互为应用的，这个美国做不到的啊，因为美国你只要那个你联准会，基本上你只能够决定货币政策，可是要不要多发美债，这是财政部决定，是，这不是联准会决定。那中国大陆的这个货币机构跟财政机构，最后都会汇总到最上面呢。叫做政治局啊，对不对啊？美国没有这种机制啦，所以我觉得耶伦应该是像他这种聪明的脑袋，他应该跟我们蔡正元一样很聪明的啊，就是他已经嗅到了中国大陆货币要放松，供给要扩大，然后财政也要扩大，可是也不是漫无限制的放水。所以他想要了解一些细节啊，大概是这样。所以我讲白了，耶伦每次来都是来打听情报的，摸中国的底来了。还有，对，可是他是厉害人物，所以我每次看那个美国的官员来中国摸底啊，其他都不是咖啦，只有耶伦是咖。那耶伦摸底之后回去美国，就会有一些硬的做法。而且亮哥，您还记得吗？刚刚您提了一些举例，我不知道您这个有没有观察到，就是中国现在开放外资持股，可以100%的持股这个银行股了。这个是不是也是对于美国来说？因为当时中国入市的时候就纠结这个49%，纠结了好久。这个是一个重大的开放了，所以耶伦是不是也想过来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个中国这个是政策松绑，这个也不是什么回事，你要来投资就来啊！中国大陆我觉得完全是受逼于情势啊，这个叫做什么？比如说以前是受迫于参加 WTO 倒逼改革嘛，是。那这一次是外资普遍对投资中国没有信心，所以倒逼改革嘛，就这样。对，中国大陆就决定开放保险啊。为什么是开放保险？为什么不是开放其他呢？对不对？开放，为什么呢？点破一下。这个是和房地产有关系吗？不是啊，因为保险业最大的投资一定是房地产。房地产是。不然请问他要放哪里？我们台湾保险业最大的资产就是土地啊。是。所以他就是需要注资嘛。那事实上，我坦白讲啊，你投资中国的商业不动产不会赔钱的啦。我说哈，这个住房也许有一些地方供给过剩啊，可是商业不动产精华地带，比
比如说深圳啊，我看最近一期的香港的《信报财经》这个月刊啊，那深圳的很多商业不动产真的是跌得太深了啦啊。那这个坦白讲，我如果是外商资本，我大概就会进去摸底了啦，就是这样啊。是。好，这个很多有用的资讯哦，欢迎大家。如果说大家在做一些理财、经济什么的话呢，可以做一下参考就好了哈。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探讨。最后一个话题想要抛给亮哥的就是，川普，我们必不可少的要谈到他，因为他最近实在是太亮眼了。昨天我有去看到，有人就说，川普说他如果要重返白宫的话呢，会承诺对华的关税加不止60%。还有现在大家图中看到的是，川普会重启哪一些的幕僚呢？如果是他再一次入主白宫的话，提到了4个人哦，分别是前副总统 Cheney 的国安顾问叶望辉、五角大厦的前副助理部长柯伯吉、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史金纳，以及现任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学者，被中国认定为是汉奸的余茂春了哈。下一张图就带给大家了，刚刚提到了啊，对华关税，川普扬言不止60%，还跟大家说我跟习近平是好朋友啊。好，想请教一下亮哥哦，如果是以您的了解的话，余茂春可不可能进入川普的核心圈子呀？这个对于川普的这个影响来说，究竟大不大？余茂春事实上是透过蓬佩奥的圈子进来的，那蓬佩奥现在跟川普已经断绝关系了，所以，可是我跟你讲，其他3个像叶望辉啦，还有那个科比啦，这3个人都是前面那2个男的都是超级鹰派，对，那。所以最近有一篇文章，你可以去找一下哈，我待会寄给你好了。好，就是有一个网络大咖叫兔主席啊，兔子的兔。对，我有关注他微信公众号。对，兔主席他就是任意了啊，他是党国大佬任仲夷的儿子了啊，任意啊。他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就是他预测特朗普回归之后的国际情势啊，那篇文章写得蛮好啊，大家应该网络上找得到了，因为我的写得蛮平实的啦啊，他就认为特朗普回来之后会不断的把台湾推到前线，然后去不断地去刺探北京的底线啊，因为他的幕僚，因为特朗普这个人是这样。他就是要推到悬崖边然后来做交易，就是他习惯的，就是冲突之后妥协、交易，然后形成一个暂时的秩序，然后就可以维持一阵子啊。他基本上不会要开战，那他就是不断的往前推，然后逼台湾出钱啊，然后接下来引发了冲突的这个大家有一点忧虑嘛，然后他就立刻又拉中国来谈，看我们要怎么处理我们各自手上的一些筹码，那种种的筹码就拿出来交易这样，所以最后不会像他嘴巴所讲的到达那个程度啦。比如说他现在又说贸易战要课60%的税，这个就是吹牛嘛因为2016年那次他吹牛到45%，结果现在中国大陆出口到美国的3500亿，平均税率是19.3%，对，对不对？失败。所以川普习惯这样做事，就是他先吹牛，喊一个这个我们叫狮子开大口的谈判术了，他把它拉高作为战略目标，那最后大家就来撞，然后就撞出一个数字19.3。
那亮哥，我同时最后一个请教您一下哦，您刚刚提到的总结来说，川普是交易型的总统，他反正最后还是会把台湾作为交易的棋子。但是我也有看一篇的分析文章，他是这么写的，他说拜登任内呢已经不存在保卫台湾这个任务了，也不存在打台湾牌这个游戏了。美国以拜登为主的美国呢是要打击中国，打击的对象是包含台湾在内的一个中国，而不是存在台湾独立这个麻烦的一个中国。那由此是不是可以看得出来，还是特朗普上台利用这种推到悬崖交易式的，对于中国来说是比较好处理台湾问题的一个人选，对吗？特朗普本来就不可能支持台独啊，因为支持台独就战争啊。是这个，他本来就没有。事实上，很多台湾人普遍认为，特朗普当选对台湾是比较危险的啦，因为他会拿台湾去交易。是啊，民主党比较不会了啊。民主党因为还会卡在这个价值外交、自由民主人权那些他的想象中嘛，而且他是国际多边的外交嘛，所以就会被很多因素卡住嘛。比如说你要把台湾拿去交易，那你对日本跟韩国怎么交代啊？那还有你不是在讲自由民主吗？那你怎么交代啊？那特朗普完全没有这种东西啊，他要交易台湾跟日本、韩国没有关系啊。是啊，那他也没有自由民主那种价值的束缚了啊。可是呢，他会开一个很大的价，就是这样。然后逐渐就是来谈，就是美国跟中国肯定要冲撞，然后在好几个界面上面，有些有利于中国，有些有利于美国嘛。那特朗普这个人就是会全部都拿出来交易这样。是。比如说现在有些地方是有利于中国嘛，比如说红海的冲突啊，或者朝鲜半岛如果发生冲突，那这两个地方中国肯定会有角色。特朗普就会拿出来交易。对，他是属于这种人呐。对。所以特朗普如果当选，赖清德恐怕要好好读一点国际政治了，因为这种在被交易的过程，你是不会知道的，而且你也不在谈判桌上。比如说这次王毅跟沙利文的见面，事实上沙利文就是提出两个议题嘛，一个是红海，一个是朝鲜半岛。那王毅就是提出台湾问题嘛。是。那结果你有没有发现，韩国、也门还有台湾都不在谈判桌上？就是这个意思。搞清楚自己是棋子啊，不是操控整个全局的手，就是交易的筹码。是哈。所以自己要认清现实啦，绝对不能一面倒啦，要保持自己行动的灵活跟弹性，大概如此。好，希望这个亮哥新春快乐啦，不要那么忧国忧民了，好好的过个龙年，好不好？亮哥，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好，大家新年快乐！好，拜拜，拜拜，拜拜！今天非常感谢大家支持我们的三妹说亮话，请子评的朋友们还有主评的朋友们呢，能够先帮我们按赞，然后帮我们把链接分享出去。今天呢也是新西兰的公众假期 Waitangi Day 怀唐一日，所以说呢这个还没有新西兰，如果是在新西兰的朋友还没有上课的朋友们的话呢，依然可以在我们的电视 TV28台的电视以及 AM936来补课，或者是呢大家可以在 YouTube 频道搜索 BNE TV， 关注到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就可以不错过我们每一次的直播了。今天辛苦大家一直以来的守候，明天的同一时间呢依然会是由3元小课堂来陪伴大家，我们就明天再见好不好？拜拜。今天大家辛苦了，哇好热，谢谢子平的朋友们。李小坤说，如果增加那么多关税，那就是和中国市场彻底脱钩了，会对大陆市场造成冲击。所以大陆现在已经大解开放其他的
还在的市场，目前来看呢，势头还是不错。我们是和大家一起做生意。美国你这么做吗？你想想清楚，你能扶持中国大陆这么大体量的服务市场吗？谢谢我们的小二妹，今天好辛苦哦。小二妹今天也是在家帮忙这个跟大家互动聊天。我刘德华贴上小粉红的标签，刘德华怎么啦 ？Angelique Hello， 张西西说下周二还有节目吗？有啊，下周二是3倍收量化，因为亮哥一年休息3天，除夕、大年初一、初二、初三上班嘛，他初三就上班了。所以说是下周一亮哥就上班了。今年大年初一是在周六，我去看了一下，所以不影响3妹的任何节目，就依然下一周大家准时来报道就行了。但是很有可能，我知道很多朋友们呢要回家过春节，像是云溪，我就知道他是不是有回老家过春节，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准时准点的来上课，没有关系，补课在留言区签到，依然是给3妹和我们节目的支持，好不好？谢谢大家。哎呦，对我看到了那个二妹有一个东西漏掉了，关于贪腐的。因为刚刚小二妹你知道她在家帮我们做小编，因为今天是这个公众假期是不上班的，就只有我和导播上班，还有美编上班。他可能我刚刚有瞄到你有一个 donate， 但是他没有截图，然后我手机没有办法看到之前的截图 ，sorry。蒙古新春快乐，恭祝3妹在新西兰，恭祝我们在蒙古的蒙古新春快乐，龙年大吉。哇，好热，真的好热！我现在，因为我们的导播也生病了，一直在狂咳。所以他刚刚说把刚刚空调调到21度行吗？我说行，我没有想到21度都这么热，热的我不行。小坤说3妹来贴。Sport BJ 说中国腐败的根源在教育，教育不反腐，反腐没有可持续性。我终于理解大家说小二妹贴的百科是来自哪里了。对。怀唐伊日是新西兰一个纪念日，日期是每年的2月6号，纪念新西兰建立的文本怀唐伊的签署条约的签署。刚刚不是那个，就是之前反复跟大家讲到过，说新西兰其实很注重这边毛利人就是这边的叫什么原住民的权益。如果说你到澳洲去看的话，澳洲的原住民是没有办法进入他们的市区的，很多地方西方去殖民别人的时候，就把当地的原住民给杀光，然后占领别人的土地。但新西兰这个地方呢是非常尊重毛利人他们的一个文化，他们的资源的。比如说我们在这边当时为什么要纪念这个怀唐伊日呢？其实怀唐伊日就是英国跟这边的原住民签的一个协议啦，但是协议当中是有歧义的。比如说英国当时因为他们的文化和交流不通嘛，所以说英国是说我们来帮你，我们是来统治你的，但是就是这边的。叫什么叫原住民吧，这边的毛利人，他们因为听不懂就是英文，所以说他们所理解的，他们过来是帮他们共同治理新西兰的，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差距。这个差距呢，在很长的一段历史当中呢，都是在互相博弈的一个阶段。新西兰人非常尊重毛利人的文化、毛利人的资源、水、土地，所以这个纪念日也不能算是国庆日，对吧？它是充满着一种殖民主义色彩、悲哀的一个节日。月明云溪说给3妹亮哥提前拜年了。云溪，我一会儿截图给亮哥3妹亮哥2024年财源广进，身体健康。亮哥去给韩国瑜当院长，有顾问有工资吗？我一会儿帮你问问。请教亮哥，只要还是人在分配资源，无论东西方腐败就无法杜绝。让官员坚持操守是文化区别下的博弈论课题。月明，我下周好不好？新年的第一个 donate 我留给月明下周问。谢谢我们亲爱的蒙古加入我们后援会8个月了。我的微博更新了，是的，
突然更新了一个突然更新。对，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怀唐一条约，这个到现在都还在吵。一般来说，国庆日就是很高兴什么的，但一般新西兰说怀唐一日，大家都不能表现得出来很开心，因为毛利人觉得你就是对我们的不尊重，你是过来统治我们的，就是你是把我们的地方给占了，你怎么能说这是你们的国庆日呢？来飞牵引说澳大利亚当初是流放的，对，它是流放的。土地就在澳大利亚这边，新西兰是没落英国贵族来这边。Lee Nelson 说五眼，他是指新西兰五眼联盟哈，其中的一员。人权的灯打，原住民的伤手，这身份转换的太自然了，点个赞。季风说：“让我们这么被割韭菜来看看。”好了，什么？我吐了，想抖内，结果系统一直出问题。Danny Way， 没关系 ，Danny Way， 留到之后抖吧。三妹周二到周四一直都在呢，好不好？这个总会有一天等到你。好，谢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因为我实在太热了，我现在急需要出去透气儿。感谢大家的支持，明天好不好？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爱你们哦，拜拜。